走进朝鲜，特别是朝鲜农村，仿佛一脚踏入了上世纪70、80年代的时光机。那么，生活在朝鲜农村的富人，他们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呢？接下来，我们一起探访这个鲜为人知的富人世界。出行工具，摩托车的独特象征。朝鲜农村的普通百姓，出行工具几乎清一色是自行车。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，男人还是女人，自行车是他们的代步标配。而且在朝鲜，骑自行车不仅是为了方便，也是许多人日常劳动的一部分。骑着自行车在田间地头穿梭，或者前往集市采购，几乎是每个农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但是，摩托车在朝鲜农村则是完全不同的存在。对于富裕家庭来说，拥有一辆摩托车不仅是便捷的交通工具，更是一种身份的象征。相比自行车，摩托车显然更昂贵。在朝鲜买一辆摩托车的花费相当于几千人民币。对于收入微薄的普通农民来说，这几乎是个遥不可及的奢望。因此，谁家的院子里停着一辆摩托车，谁就立刻成为了村里的焦点。摩托车对于朝鲜农村的年轻小伙子来说，甚至还是婚姻市场上的利器。相亲时，如果骑着摩托车去见姑娘，成功率往往高得惊人。毕竟，在这个物资相对匮乏的社会里，能拥有摩托车的小伙意味着家境殷实，生活有保障。摩托车成为了一种富人的象征，也成了朝鲜农村人心中向往的标志。家庭设施、沙发与电视的标配，与我国一样，朝鲜农村的住房是由国家统一分配的。因此，从房屋的外观上来看，很难看出谁家是有钱人，谁家是普通人。所有的房子外形基本一致，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，但真正的区别却藏在每个家庭的内部，那就是家具和家电。朝鲜农村的家庭收入普遍较低，大部分农民手头并没有太多的闲钱，因此像沙发、电视这样的奢侈品对普通家庭来说几乎是难以企及的目标。多数农民家庭的家具非常简单，甚至有些家庭的主要家具只是几张木凳和一张小桌子。家电方面，收音机是比较常见的娱乐设备，电视机对很多家庭来说还是一种梦想。但对于那些富裕家庭来说，家里不但有舒适的沙发，电视机也已经是标配。沙发和电视机在朝鲜农村成为了富人身份的象征。拥有这两件大件，意味着家庭的经济状况较为宽裕，也意味着在村子里有了更多的面子和地位。想象一下，当村里人来家中做客，看到你家的客厅里有一套崭新的沙发和一台电视机，必定会对你的生活投来羡慕的眼光。收入来源、工分与分配制度。朝鲜农村的经济模式与我国上世纪70、80年代的人民公社有些相似。农民下地干活不是为了赚工资，而是为了积累工分。年底的时候，农民根据一年的工分多少，分配到相应的粮食和其他物资。在这种集体劳动的模式下，贫富差距被一定程度上缩小了，但并没有完全消失。富裕家庭的收入来源不仅仅是工分，还可能有一些其他的渠道。比如，有些家庭可能会通过在农闲时从事一些副业来增加收入，也有的家庭通过在农村合作社中的职位获得更多的资源或利益。这些差别虽然不大，但在物质匮乏的环境中，往往更显得突出。对比朝鲜农村富人和普通百姓的生活，从出行工具到家居设施，朝鲜农村的富人与普通百姓的生活差距虽然不像其他国家那么明显，但在物质水平上还是存在一定的区别。摩托车、沙发、电视机等物品成为了农村富人身份的象征，而普通农民则更多的是在自给自足的基础上过着平凡简单的生活。然而，朝鲜社会的特殊性决定了这种贫富差距并不会像其他国家那么明显。毕竟，朝鲜农村的基本生活水平差异较小，富人的奢华生活也只是在普通人看来稍微好一些而已。甚至可以说，朝鲜的农村富人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中等收入阶层相比，仍然显得非常朴素。看完这些，你是否也对朝鲜农村富人的生活有了更清晰的了解？